歡迎來到美股坐標系。本周五，英特爾單日跌了17%，市值蒸發近200億美元。財報數據明明超出預期，為什麼投資者卻在瘋狂逃離？這隻股票從去年到現在漲了149%，突然從54美元跌到45美元。我花了一整天研究這次暴跌，發現市場可能犯了一個典型的錯誤，把短期供應問題當成了長期結構性危機。今天就跟你們聊聊，為什麼我認為這次暴跌反而可能是一次機會。我們先簡單回顧下財報數據，表面光鮮，指引拉胯。先說數字，英特爾 Q4 營收137億美元，比華爾街預期的134億高了3億。調整後每股收益 0.15 美元，預期是 0.08 美元，直接翻倍。單看這些數字，應該是一份不錯的成績單。但問題出在 Q1 指引上，英特爾給出的 Q1 營收指引是117億到127億美元，中位值122億。華爾街期待的是125億，3億美元的差距不算大。但更要命的是，調整後每股收益指引居然是0，不是 0.05 美元的預期，而是0。CFO David Zinsner 在財報電話會上說得很直白，我們沒有足夠的供應來滿足季節性需求，供應瓶頸會在 Q1 達到峰值。換句話說，不是客戶不要貨，是英特爾造不出來。投資者關係副總裁 John Pitzer 也承認，他們現在最大的挑戰就是無法滿足客戶給的所有訂單，供應限制在 Q1 最嚴重。你看，問題的核心不是需求萎縮，而是產能不足。而產能不足的根源指向英特爾最關鍵的翻身技術 18A 製程。18A 製程翻身的鑰匙還是拖累的包袱。18A 是什麼？按英特爾的說法，這是能在2027年達到行業標準良率的 1.8 納米級製程技術。注意，這個時間點2027年距離現在還有1年半。良率是芯片製造的生命線，台積電的3納米製程良率已經達到 90%， 而英特爾的 18A 目前良率在 55% 到 65% 之間。每生產100片晶圓，只有55到65片能達到規格要求，剩下的都是報廢品或者降級品。這個良率水平在研發階段算正常，但要大規模量產賺錢，至少需要 70% 到 80%。英特爾現在的良率意味着成本高，產量低，根本沒法支撐商業化生產。CFO Zinsner 在財報會上說，良率足夠支持 Panther Lake 產品出貨，但還不夠高，無法帶來正常的利潤率。要到2026年底，良率才能達到他們需要的成本水平。到2027年才能達到行業可接受的水平。CEO Lip-Bu-Tan 補充說，公司不會在2026年大幅增加 18A 產能，只有在獲得自家產品部門或外部客戶承諾後才會增加產能。他們預計 18A 供應要到本世紀末，這裡指2020年代末才會達到峰值。翻譯過來就是，我們不會盲目擴產，要確保每一片晶圓都能賺錢。這裡面有2個關鍵信息。第一，英特爾學乖了。過去他們經常在低良率的情況下就強推量產，結果導致運營虧損和產品質量問題。這次 Lip-Bu-Tan 明確表態，寧可慢一點也要把良率做上去。第二， 18A 的進展比市場預期的要慢，原本計劃2025年底開始大規模量產，現在推到了2026年 Q1 才開始擴大 Panther Lake 的生產。雖然英特爾說這符合他們的計劃，但 NVIDIA 和 Broadcom 在測試 18A 時遇到的令人失望和喜憂參半的結果，說明這個製程還沒完全成熟。NVIDIA 甚至推遲了在 18A 上生產先進 AI 芯片的試產，理由是技術問題沒有解決。要知道 NVIDIA 在2025年9月剛宣布跟英特爾達成50億美元的合作，現在就推遲試產，說明問題不小。但這裡有一個很多人忽略的點，英特爾已經把 18A 推遲過2次了，先是推到2026年，然後因為 IP 認證延遲，又推到2026年中。但他們沒有取消這個項目，反而在繼續投入。為什麼？因為 18A 對英特爾太重要了，這是他們唯一能在技術上追趕台積電的機會。18A 採用了 RibbonFET 晶體管和 PowerVia 背面供電技術，是全球第一個實現背面供電的製程。按英特爾的說法， 18A 能在相同功耗下提升 25% 性能，或者在相同性能下降低 33% 功耗，晶體管密度提升 30% 以上。
如果18A 成功，英特爾就能在技術上跟台積電的2納米製程一較高下。如果失敗，英特爾的代工業務基本就沒戲了。那市場恐慌了嗎？很明顯，慌得不行。昨天暴跌17%之後，英特爾收在 45.07 美元。從技術分析的角度看，股價跌破了49到50美元的主要阻力區，但還沒有跌破關鍵支撐位。目前，英特爾的關鍵支撐位在第一層 41.33 美元前期阻力位，現在變成支撐位；第二層 38.26 美元；第三层 34.49 美元，周線圖上的水平支撐；第四層 33.61 美元，日線圖上的水平支撐；第五層 31.20 美元。從昨天的收盤價 45.07 美元來看，距離第一層支撐 41.33 美元還有 8.3% 的空間。如果跌破 41.33 美元，才算真正的技術性破位。再看成交量，昨天的成交量確實很大，說明有大量籌碼在換手。但從盤面來看，並沒有出現恐慌性的連續跌停或者崩盤式下跌。股價在盤中一度跌到44美元附近，然後又拉回45美元，說明有資金在接盤。看看其他芯片股的反應，英特爾暴跌 17%，AMD 漲了 2.35%， 英偉達漲了 1.59%。如果市場認為英特爾的問題是整個行業的問題， AMD 和英偉達不可能逆勢上漲。這說明市場認為英特爾的問題是公司特有的，不是行業性的。從 RSI 指標看，英特爾的 RSI 在 46.89， 處於中性區間，既沒有超買也沒有超賣，這說明市場情緒還算理性，沒有到極度恐慌的地步。短期來看，英特爾的股價可能還會在40到50美元之間震盪，但從中期來看，如果 18A 製程的良率能夠按計劃提升，股價有機會重新挑戰50美元以上的阻力位。政府背書111億美元的政治籌碼。現在說說很多人忽略的一點，政府背書。2024年11月，拜登政府宣布給英特爾 78.6 億美元的直接資助，用於在亞利桑那、新墨西哥、俄亥俄和俄勒岡的芯片製造和先進封裝項目。這筆錢是芯片法案的一部分。2024年9月，英特爾還拿到了30億美元的安全飛地 Secure Enclave 合同，專門為美國政府生產先進芯片。加起來，英特爾從美國政府拿到了超過100億美元的支持，還有 25% 的投資稅收抵免，支持英特爾在美國投資超過1000億美元。2025年8月，川普政府更進一步，他們把剩下的57億美元 CHIPS 法案資助和32億美元安全飛地資助，總共89億美元，轉換成了美國政府對英特爾的股權投資。美國政府現在持有英特爾約 10% 的股份。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發帖說，我很榮幸地報告，美國現在完全擁有和控制英特爾 10% 的股份。這是一家偉大的美國公司，有着更加令人難以置信的未來。我和備受尊敬的 CEO 談判達成了這筆交易，美國沒有為這些股份付1分錢，這些股份現在價值約110億美元。這對美國來說是一筆好交易，對英特爾來說也是一筆好交易。生產領先的半導體和芯片正是英特爾所做的，對我們國家的未來至關重要。你看清楚了嗎？美國政府現在是英特爾的第一大股東，這不是簡單的資助，而是股權投資。政府的利益和英特爾的利益綁在一起了。為什麼政府要這麼做？因為芯片製造對國家安全太重要了。新冠疫情和中美科技競爭讓美國意識到他們在芯片製造上對外國的依賴有多嚴重。不只是消費電子，連國防、汽車、AI 和基礎設施都需要芯片。英特爾是美國唯一一家既設計又製造領先芯片的公司，台積電、三星都是外國公司。如果美國要重建本土芯片製造能力，英特爾是唯一的選擇。政府的這筆投資本質上是一個政治籌碼，只要中美科技競爭還在繼續，只要美國還需要本土芯片製造能力，英特爾就不會倒。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股權投資消除了之前 78.6 億美元資助附帶的回撥條款和利潤分享條款。翻譯過來就是，如果項目失敗，政府不會要求英特爾還錢；如果項目成功賺錢了，政府也不會分走利潤。這給了英特爾更大的財務自由度。回到最核心的問題，英特爾的瓶頸到底在哪裡？從財報來看，瓶頸主要有3個。第一，18A 製程的良率不夠高，這是最核心的問題。
良率55%，負65%，意味着成本高，產量低。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時間。英特爾預計2026年底良率能達到成本目標，2027年達到行業標準。第二，產能不足，即使良率提升了，產能也跟不上需求。英特爾在亞利桑那的新工廠預計2025年底開始高產量生產，但要達到滿產還需要時間。俄亥俄和俄勒岡的工廠建設也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第三，客戶信心不足。NVIDIA、Broadcom、AMD 等潛在客戶對 18A 的測試結果不夠滿意，導致他們還在觀望。沒有外部客戶的訂單，英特爾的代工業務就無法盈利。但這些瓶頸都是可以解決的。良率問題是技術迭代的必經之路。台積電當年推3納米製程時，良率也不高，但慢慢就做上去了。產能問題，隨着新工廠的投產會逐步緩解。客戶信心問題，只要 18A 能證明自己的性能和可靠性，訂單自然會來。關鍵是時間。市場現在的恐慌本質上是對時間的焦慮。投資者擔心英特爾需要太長時間才能解決這些問題，擔心在這期間台積電會進一步拉開差距。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英特爾現在面臨的問題恰恰證明了他們在技術上的野心。18A 不是簡單的製程升級，而是從 FinFET 到 RibbonFET 的架構革命，是全球第一個實現背面供電的製程。這種級別的技術突破本來就需要時間來打磨。台積電的2納米製程預計2025年底開始量產，良率已經達到90%。但台積電走的是漸進式創新路線，從7納米到5納米到3納米，一步一個腳印。英特爾走的是跳躍式創新路線，直接從 Intel 4跳到 18A， 中間還取消了 20A。這種策略風險更大，但如果成功，收益也更大。與市場相反的邏輯。說到這裡，你可能會問，既然問題這麼多，為什麼還要考慮買入？因為市場可能犯了一個典型的錯誤，過度反應短期利空，忽視長期價值。先說估值，昨天暴跌後，英特爾的市盈率大約在負數區間，因為過去12個月有虧損。但如果看前瞻市盈率，大約在15到20倍之間。對比 AMD 的40倍以上市盈率，英偉達的30倍以上市盈率，英特爾明顯被低估了。當然，你可以說英特爾的增長性不如 AMD 和英偉達，所以應該有折價。但折價50%以上是不是過頭了？再說政府背書，美國政府持有10%股份，意味着英特爾已經成了準國有企業。雖然政府沒有董事會席位，沒有治理權，但政府的利益和股東的利益是一致的。政府希望英特爾成功，因為這關係到國家安全和科技競爭。這種政府背書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是很罕見的。上一次美國政府大規模入股私營企業，還是2008年金融危機時對通用汽車的救助。雖然最後政府賣出股票時虧了100億美元，但通用汽車活下來了，還重新成為行業巨頭。英特爾的情況比通用汽車好得多。通用汽車當時是瀕臨破產，英特爾只是遇到了技術瓶頸，而且芯片行業的戰略價值遠高於汽車行業，政府不會讓英特爾倒下。再說技術路線， 18A 雖然良率還不夠高，但技術上是走在正確方向上的。RibbonFET 和 PowerVia 都是業界領先的技術，台積電和三星也在研發類似的技術，但英特爾是第一個實現的。如果 18A 能在2026年底達到成本目標，2027年達到行業標準良率，英特爾就能在技術上跟台積電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到那時，英特爾的代工業務才能真正起飛。最後說說時機，現在市场對英特爾極度悲觀，股價跌到45美元。如果你等到 18A 成功了再買，股價可能已經漲到70到80美元了。投資的本質就是在別人恐慌時貪婪，在別人貪婪時恐慌。當然，這不是說現在就應該梭哈，英特爾還有很多不確定性。18A 的良率能不能按計劃提升？新工廠能不能按時投產？外部客戶能不能被說服？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但如果你相信美國政府不會讓英特爾倒下， 18A 技術路線是正確的，良率問題最終是能解決的，芯片行業的長期增長趨勢不變的，那麼現在的英特爾可能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投資標的。最後必須說說風險。第一， 18A 可能失敗。雖然技術路線看起來正確，但芯片製造是高度複雜的工程，良率提升不是線性的，
可能會遇到無法預見的技術障礙。如果 18A 最終無法達到成本目標，英特爾的代工業務就會失敗，股價可能繼續下跌。第二，競爭對手不會等你。台積電的2納米製程已經在量產，良率 90%， 三星的2納米 GAA 技術也在推進。如果英特爾在 18A 上拖得太久，台積電和三星可能已經在3納米甚至更先進的製程上拉開差距了。第三，客戶流失。AMD、英偉達、蘋果這些大客戶已經習慣了台積電的高良率和穩定供應，要說服他們轉到英特爾，不是光靠技術先進就行的，還需要證明長期的可靠性和供應能力。如果英特爾無法贏得大客戶，代工業務就只能給自己的產品部門服務，規模效應出不來。第四，宏觀經濟風險。芯片行業是周期性行業，受經濟周期影響很大。如果全球經濟衰退， PC 和服務器需求下降，英特爾的營收和利潤都會受影響。第五，政治風險。雖然美國政府現在支持英特爾，但政治風向可能變。如果未來政府削減芯片法案的資助，或者改變產業政策，英特爾可能失去政府背書。綜合來看，英特爾現在處於一個關鍵的轉折點，要麼在 18A 上成功，重新成為行業領導者，要麼失敗，淪為二線芯片製造商。從風險收益比來看，現在的英特爾有一定的投資價值，但這不是一個高確定性的投資，而是一個高風險高收益的押注。如果你看好英特爾，我的建議是分批建倉，不要一次性買入，可以在40到45美元之間分3到4批買入，每次買1/3或1/4倉位，設置止損。如果股價跌破35美元關鍵支撐位，說明市場已經徹底不看好英特爾了，應該考慮離場。關注關鍵節點，2026年 Q1 財報會顯示 18A 的進展和產能恢復情況。2026年中會有 18A 的良率數據。2026年底會看到 Panther Lake 的實際出貨量。這些節點會決定英特爾的未來。做好長期持有的準備。英特爾的轉型不是1-2個季度能完成的，可能需要2到3年時間。如果你沒有耐心持有2到3年，就不要買，不要押注全部身家。英特爾的不確定性太高，不適合作為核心持倉，可以作為衛星持倉，佔總資產的5%-10%即可。投資是一場馬拉松，不是100米衝刺。英特爾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18A 的成敗將在未來1年左右的時間見分曉。現在的暴跌可能是一次機會，也可能是一個陷阱。保持理性，做好研究，控制風險，才是長期贏家的姿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感謝各位，咱們下期見。